大家好，我们来聊一下肖战的227事件。自从227事件发生之后呢，肖战的身后就多了一批黑粉。这群黑粉呢，将黑肖战当成了一种职业，反正在没有看到他们所期望的结果之前呢，他们就会不断的制造事端。还记得前几日肖战粉丝在川美涂鸦事件，此事后来都上了新闻。不过呢，官方也是为了澄清事情而做出了声明。后来证明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像网上所说的，肖战粉丝胡乱涂鸦，并没有打扰了川美学生的休息。这些呢都是有心之人的编排之作。最近呢，肖战后援方被爆出，说来也好笑，有位博主呢在网上晒出了肖战后援方的文案，主要是肖战粉丝后援方的这篇文案。第一句话呢和这位博主发的文章内容一致，并且呢这位博主是8日凌晨发的，而肖战的后援会是8日下午发的。从时间上来看，的确这句话是该博主先说的，只是这么普普通通的一句话，别人用了就被定义为抄袭，也太站不住脚了吧。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小飞侠表示看不出这句话到底有什么专利，似乎大家在平时当中呢也说过这句话，大概呢是因为时间比较巧，都是在同一天发的，所以这名博主就判定肖战的官方团队是他们抄袭的。这名博主呢是知名同人文作者无边桃言，也是一位特别喜欢《红楼梦》的人，却因为肖战粉丝举报同人网站的事，与肖战从此有了不解之缘。在该博主发文谴责肖战方自己的文案后，获得了一起反对肖战网友的支持。同时呢，肖战的支持者及路人粉却表示很无语。有一些特别喜欢肖战的粉丝指出，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这句话肖战之前就说过，怎么成了你的话了？况且这是一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话，难道只有你能说，别人不能说？网上随便一搜这句话，其实可以看到，早在1个多月之前的很多肖战超话里都有这么一句话，这说明呢，肖战是在之前说过这句话的。所以作为官方后援队，肯定是以偶像的话为主来表达偶像的意思。只是这其中的道道太深了，饭圈也好，同人圈也罢，本想呢互不干扰，各自过各自的生活，却因为有了交集而变得不那么个体。无边桃言写这句话是为了表达，非饭圈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所以说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知识背景，所以在表达上互不干预。而肖战后援会用这句话，是因为肖战曾经说过这句话，并且表明肖战粉丝不要去惹是生非，挑动网上的言论。粉丝凡事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不要盲目跟风。所以问题就出现在为何同人作者和肖战后援会会在同一天发带有这句话的文案。同人文作者谴责肖战方，肖战粉丝指出肖战早就说过这句话，到底是早有预谋还是单纯的事故？如果不是，同人文作者为何在肖战后援方之前会发这个呢？其实这个事情也真的可能就是碰巧。好，第二个条新闻呢是演员2呢翻拍《陈情令》没有肖战王一博的影子。《陈情令》被翻拍，难忘记魏无羡呢魔改的太严重了，演技尴尬，观众都没眼看。最近呢，演员请就位2终于开播了，而在之前预告中，我们看到《陈情令》这部经典也即将被翻拍，特别是蓝忘机与魏无羡这2个角色，更是让大家期待，想看看会翻拍出怎样的效果。虽然在预告里短短的几秒钟，我们看到被魔改很严重，很多原著粉丝和《陈情令》的观众都进行了抵制。然而正片呢还没有播出，即便有抵制一声，但也是有过分的不喜。然而呢，当演员2播出的时候，我们看到了2位新人对于蓝忘机与魏无羡的翻拍，真的就用网友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卖家秀，一个是买家秀。这样的对比可想而知差距究竟有多大。甚至大家说
扮演的魏无羡呢，出了薛洋的这种感觉，不但他们身上没有演出一点肖战和王一博的影子，而且读台词的时候就像是没有感情的机器这样朗诵出来的，更别提两个人之间的知己情分。而且让人吐槽最大的一个点就是蓝忘机的扮演者张艺杰，他一出场呢就让人感觉就是直不起腰这种感觉，气质全无，不但没有丝毫的端庄雅正，就连姿势都很搞笑，而且非常驼背的感觉，一点都不笔直。而饰演魏无羡的何用虚呢，作为一点经验都没有的新手，简直颠覆了大家心中的魏无羡一个角色。虽然我们对于新手演员抱以理解，毕竟每一个演员都是从零经验的小白一路走过来的，但是对于这两个人的演技甚至魔改的剧情，毁了大家心中的蓝忘机与魏无羡，这是让很多人都接受不了，更别说两个人尬出屏幕的演技。而且台词也被篡改之前，明明是魏无羡对江澄说保不住就弃了，结果变成对蓝湛说的了。还有两个人竟会刀剑相向的故事情节，这是无论在原著还是在电视剧当中都不会出现的。蓝忘机呢，永远都不会去伤害魏无羡，而魏无羡呢，宁可自己受伤，也不会让如谪仙一般的蓝湛跌入到尘埃当中。总之呢，两个人就像搞笑一样，把穷奇道这个沉重的片段、经典的片段演成了喜剧版，没有一丝丝陈情令的影子。这也让我们感觉顶流之所以成为顶流不是没有道理的，两位演员演技、形象、气质都是需要去匹配的。一位呢潇洒肆意、风神俊朗，望之令人心生欢喜，想倍加怜爱；一位端雅方正，气质高贵如高岭之花。反观台上两位呢，小学生一般，全程没有情绪的表演，真的可以看得出来肖战和王一博他们两个人当时是多么的成功，多么的顺眼。毕竟每一个演员在接角色电视剧开拍的时候呢，前期无论是演技还是台词的精进，都是需要一段时间进行磨练和磨合的。两个新手演员真的还需要很大的进步空间。而东升导演呢，也评价两位新人的演技确实是有待提高，直接上来就评价扮演蓝忘机的这位演员背不够挺直。即使他也是童星出身，但是在他身上却没有看到一个专业演员的那种气质的感觉，真的不对比不知道，对比之后呢，就知道王一博和肖战演的蓝忘机与魏无羡有多么的让人喜欢，而且真的高度还原原著。想当初刚播放的时候呢，也是同样遭很多人的质疑，而几集之后呢，大家就纷纷的被圈粉了，演变成了一大型的真香打脸现场。如今呢，大家是在感慨王一博之后没有蓝忘机，而肖战之后呢，更没有魏无羡。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除了演员之外，更是他们带给大家的共鸣，是久久不能走出来的一种情感。我们再来说一个肖战和张艺兴的新闻。张艺兴呢，这几天又和肖战捆绑到了一起，网络传出了两位一起参加《我们的歌》第2季。虽然不知道此事的真假，但是许多网友们对张艺兴的这一举动都给出了质疑，主要是因为肖战今年的运势不太好，艰难付出之后虽说有成效，但依旧要承受外界对他的质疑。所以张艺兴合作肖战的这件事，在很多人看来无疑就是在给自己添堵，更有甚者表态说他是疯了。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首先还没有正式的官宣，网友质疑真假也是在所难免的。不过就算是二人要合作，那有什么可去被质疑的呢？明星之间的合作是常有的事，为什么在肖战这里就要被质疑呢？跟他合作的人就要被骂，那岂不是彻底给他封了路？粉丝们是急切希望他能够多多参加综艺节目，或者是多一些作品出来。但是眼下这种情况来看，每走一步呢都步履艰辛，就算是有些成效，可是依旧会引起大多数舆论的热议。现如今还没有官宣的事，就引发了这么大的反响，可见肖战今年的发展趋势是多受阻碍了。另外，有关张艺兴被骂，想想也是挺无奈的，而觉得最终无法接受的还是肖战本人。
你说从今年年初至今，他经历了多少次这样的质疑？可是每次都要在万般说辞中努力前行着，即便这样，也依旧会部分人拿来当一个典型例子来说教，想想也实在是挺为难他了。不过二人合作到底是不是真的？在众多网友的质疑声中，黄牛也出来放狠话了。这种一票难求的机会，对于许多粉丝来讲是很珍惜的，但如果肖战没有去参加的话，这也算是一种经济上的损失了。所以黄牛在卖票的时候也是极力表态，说如果肖战没有去的话，会全额退款。这种诱惑力也是算挺大的了吧？毕竟黄牛本人也不想做亏本的买卖，就算他们想要借助肖战的头衔当幌子，但是最后退票引发大量网友的责骂，对自己之后的生意也是会有所影响的。如此看来，肖战与张艺兴合作的机会其实还是挺大的，只不过网友们在质疑真假的同时，也开始担心肖战带来这档节目的影响力。毕竟去年这档节目因为肖战的到来，收视率蹭蹭的往上涨，但是今年因为他种种事件的影响，再由他前来的话，会不会被节目带去前所未有的反效果，这都是说不准的。不过节目组有节目组的安排，网络上放出了这种传言，虽说不能够断定真假，但按照黄牛如此斩钉截铁的狠话来看，肖战要来也不是那么难的事儿。另外，在传出二人要合作的消息之后呢，张艺兴与肖战之间也互关了微博，这一项有力的证据也再次证明肖战是有很大机会来这档节目的，届时呢肯定会引发大批网友的热议，肯定之后呢又会是一场腥风血雨。好，今天针对肖战的视频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关注我的频道，点赞、分享、转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